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美债10年期收益率再次逼近 5% 的警戒红线，全球股市在重力效应下正上演着一场极其剧烈的板块与风格大轮动。摩根大通最新发布的全球市场战略报告，直接将焦点对准了这场由美债收益率飙升所引发的市场领导权之争。这一次，摩根大通不仅重申了他们自2026年3月下旬以来逢低买入的结构性多头立场，更用极其详实的量化因子数据为我们揭示了一个被市场严重忽视的世纪投资机会，那就是在美债高收益压力下被无情抛售，估值已经跌入历史极端的低波动防御型股票。这并非一场简单的避险操作，而是一场在宏观利率临界点上利用因子价差重塑资产防御弹性的跨周期布局。首先，我们来看看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揭示的全球大盘底层温度与领导权转变。摩根大通指出，自2026年3月下半旬以来，面对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引发的市场回调，他们认为投资者应采取逢低买入的积极策略。摩根大通强调，这种类似于去年解放日之后的 V 型反转走势，说明市场各方最终都将致力于寻找地缘冲突的缓和出口。与此同时，全球企业的盈利前景依然保持强劲，这使得在2026年下半旬出现经济停滞与通膨并存的赤账概率极低。基于强韧的基本面，摩根大通在3月份就精确预测了科技7巨头将迎来强势反弹。然而，在大盘整体维持建设性多头的同时，股市内部的板化分化却显现出了极其罕见的结构性脱节。这股由美债收益率飙升引发的资产价格扭曲，在摩根大通的量化模型中被精确地计量了出来。摩根大通指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市场，整个股市中价格波动率最低的前1/5，也就是防御属性最强的低波动因子股票组，其股价表现极其强烈。这类传统上被视为安全避风港的资产，其弱势表现几乎完全与美债10年期收益率向 5% 高位攀升的轨迹重合。这种严重的下挫，在实质上是由于利率上升引发的债券替代效应所致。摩根大通在报告中详细列举了这两个市场中深受重创的低波动防御型篮子。在美国市场中，这些被过度抛售的防御巨头包括民生必需品龙头宝乔、可口可乐、医疗保健巨头强生，以及工业巨头多佛与公用事业龙头美电能等企业。而在欧洲市场，同样处于估值极端的则有制药巨头罗氏、食品巨头雀巢、保险巨头安联与安盛，以及消费品巨头力洁实等。高盛与摩根大通的量化交叉数据显示，这些企业的股价在利率走高的过程中被市场无情定价，但这反而创造出了一个数年难得一遇的估值安全边际。面对这场由美债收益率走高引发的抛售潮，摩根大通并未随波逐流，而是为投资者设计了一套在宏观利率临界点上立于不败之地的双赢战术。摩根大通分析指出，不论美债收益率未来的走向如何，此时积极加码低波动防御型股票都具备极高的风险收益比。这项双赢策略的底层财务推演非常清晰。第一种情境是，如果美债收益率在未来几个星期内继续飙升，比如美债10年期收益率真的突破 5%， 摩根大通强调，一旦利率冲破这个临界点，市场的关注焦点将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对通膨的担忧迅速转向对经济增长失速的恐慌。在这种增长担忧主导的市场环境下，市场的风险偏好将会出现断崖式下跌，而具备稳定现金流、低价格波动特性的低波动防御型股票将会立即启动其强大的防御属性，成为跨格资金的第一个避难所。第二种情境则是，如果美债收益率在当前位置见顶便开始回落。摩根大通指出，一旦利率下行，这些具备类债券属性的高质量、高股息防御巨头将会直接获得估值修复的强大弹药。其相对科技板块被极度压抑的估值价差将会引发一场报复性的均值回归。这意味着，不论利率是继续上行逼出避险需求，还是转头下行释放估值压力，低波动防御型股票都已经站在了只赢不输的历史性起跑线上。除了在美股布局防御因子，在全球资产配置的宏观层面，摩根大通则继续维持其加码欧元区与新兴市场的战略。摩根大通指出，相比于估值水平已经被科技板块拉升至高位的美国股市，
欧元区与新兴市场的股票在当前环境下展现出了更为显著的性价比优势。这项跨区域配置的底层逻辑在于，随着欧美经济增长动能的边际收敛，美元指数在2026年下半年将面临结构性的见顶压力。一旦强势美元的单边走势宣告结束，流动性将会以极快的速度流向具备高估值折价且第一季度盈利表现大幅超越市场预期的欧元区以及亚洲新兴市场。摩根大通强调，在欧洲市场中，安联、安盛等保险巨头以及罗氏、雀巢等防御先锋不仅能为投资者提供低波动因子的安全垫，更能完美对接欧元区资产重估的区域红利。这使得跨区域的防御配置成为了当前全球聪明钱最主流的部署方向。分析完这些令人振奋的配置数据，我们必须深入思考这场全球资产领导权的重组将会如何重塑未来的资本市场版图。华瑞认为，摩根大通这份全球策略报告所揭示的低波动因子与美债收益率的脱节，本质上是全球主权基金与超大型机构在面对 5% 收益率临界点时进行的一次历史性安全垫建构。过去，市场在面对利率走高时，往往盲目涌入现金或短期票据，而忽略了实体产业中那些具备无可替代定价权的防御巨头。当宝乔、可口可乐、强生以及雀巢等企业的估值因为利率的短期脉冲而被压制到历史低位时，这已经不再是风险，而是全球长线资金获取确定性长期溢价的黄金窗口。同时，华瑞认为，加码欧股与新兴市场的策略展现了在美元信用结构性松动背景下，全球多元化资产配置的必然趋势。虽然美股的科技七巨头在 AI 浪潮的推动下依然具备强大的利润交付能力，但单一板块的过度拥挤已使美股整体暴露在极高的波动风险中。通过将一部分权重转移至具备极高估值安全边际的欧洲低波动防御篮子，不仅能在美债收益率突破 5% 的极端情境下提供立体防护，更能在利率回落时锁定双重的资本利得，这无疑是防御美债风暴的最优解。当然，在我们乐观看待防御因子迎来重估的同时，专业的研究报告也提醒我们必须防范未来的不确定性。摩根大通在报告中特别指出了2个核心的下行风险点。第一个关键风险在于全球经济出现超预期的硬着陆衰退。摩根大通指出，虽然目前数据显示2026年下半年的盈利 outlook 依然强劲，但如果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超预期显现，导致实体经济信贷快速收缩，那么即使是低波动防御型企业也可能会面临终端消费需求萎缩的逆风，这将会拖累其利润交付的速度。第二个风险是地缘政治危机的非线性升级。摩根大通指出，如果中东或其他核心区域的冲突出现失控，导致全球供应链再次面临断裂，原油价格暴涨，那么通膨的死灰复燃可能会逼迫全球央行在更长时间内维持极端高利率。这不仅会延长低波动因子承压的时间，更会对全球股市的整体估值中枢构成实质性的压制。华瑞认为，这份全球配置策略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利率走高必须全盘防守的单一思维模式。真正的避险不该是消极的离场观望，而是要在流动性与情绪极度扭曲的市场裂缝中寻找被利率重力错杀的实体财富筹码。透过主动加码被严重低估的欧洲与新兴市场低波动防御性资产，投资人能在美债利率震荡的双向情境中建立起极具进攻性的防御壁垒。华瑞认为，跟随这波市场领导权大洗牌的节奏，操作策略必须跳脱出只看美债名义收益率涨跌的浅层逻辑。对于投资者而言，应当重点盯紧科技七巨头相较于宝乔、强生、雀巢等低波动防御型龙头的相对本益比价差。当这个估值差距被拉大到历史极端时，往往预示着风格均值回归的临界点已经到来。与此同时，必须实时跟踪美债10年期收益率逼近 5% 大关时，掉期市场延期通膨预期的实质边际变化。这2项指标在利率拉锯期中相辅相成，能协助我们在美债动荡的风暴中更精准地捕捉到被市场低估的配置溢价。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